朋友们，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？就是明明自己已经修行了一段时间，自认为呢也有些收获和成果，可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会控制不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人平时修行的方法都是在外围打转，没有直接切入核心，因此就会既学得很累，学得很慢，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有突破，遇到事情还是会回到被小我控制的状态。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很多人都差了一课，那就是明白心不自知。什么叫做心不自知？我们用手电筒来做比喻，手电筒只能照别人，却不能照手电筒自己，这就是不自知、不自照。我们心的任何一个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的80都具备这个特点。比如第60意识，当我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一顿美餐，意识完全乐在其中，根本不会知道这是我在享受。也就是说，此时他迷在这个体验里面了。你的意识在此时只有作用，而显现不了作用的主体，这就是不自知。如果把我们的80比作灯笼，那么里面的蜡烛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外面的2层灯笼纸就是我们的第60和第70。我们平时就生活在外面，现在怎样才能回到里面呢？我们的每一个识不是都具有不自知的这个特点吗？那么为了解放它，为了一层一层向灯笼里面深入，那就用其他识来照它。比如意识现在正沉浸在美好的沉思中，正在做白日梦，那就用第70的分别我执来照它，这样就能把它从沉思中解救出来。因为你迷在第60意识里面了。比如说你在吃饭，你其实是不知道你在吃饭，你是在迷在美食给你带来的美好感觉里面了。所以你要经常暗示自己吃饭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正在吃饭；贪图美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正在贪图美味；赏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正在赏花；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正在说话；沉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正在沉思；走路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自己在走路。如此这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牢牢地抓住和应用我执，千万不要须臾舍离。这就是让心定于一个识，并用这个识去破另一个识。只要能这样，你就绝对不会跟着感觉走。而在内观中也是如此，住于我执而观念头，念头来了，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念头来了；昏沉来了，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昏沉来了；腿痛了，你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腿痛了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指导和监督意识此时的一举一动。你的角色就是一个监察员，就是一个侦察兵，就是一个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务。只要你能忠于职守，你就能很快突破意识这一层灯笼纸。你会发现那些胡思乱想的杂念再也不会出现了，意识终于老老实实地浮下来了。接下来就该解决这个我执了。只要再突破我执这一层，你就真正进入了灯笼里面，就证到了真心。那怎样解决呢？同样用上面的方法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这时候如果你用我执来断我执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同样因为不自知的原因，我执这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我执。很多人的修行就错在这里，他整天在努力地断我执，这就像让手电筒照自己，很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许多人觉得修行太难了，这个我执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断掉。这就是理论上的混沌导致修行上的困顿。问题就在于没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和全面系统地掌握修行方法。所以用什么来断我执？
当然不会用我执了，那现在只能用真心了。真心是什么？经典告诉我们是大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虽然相不同，其体性不二。我们凡夫不知道有情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就会有分别心。当我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和万事万物，其实跟自己是一体的，那在看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跟看自己的手是一样的。因为那个人虽然有所谓的独立意识，但其实他跟你身体的一部分是没有区别的。所以当那个人受苦的时候，就跟你的手拉了一个小口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你就会无偿地想办法给所谓的他去减少痛苦，然后使所谓的他能够变得快乐。这种所谓的去帮助别人，是因为看到众生一体，所以他的发心还是在帮助自己。因为自己跟别人没有区别，别人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这种发心并不是发出来的，而是因为他体会到了，而且这种慈悲心会非常非常的坚定。这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因为见到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体会。因此这时候就用慈悲心。当你发起慈悲心的时候，分别我执立刻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。现在就剩下孤零零赤裸裸的如来藏了。你也可以叫它佛性、自性、道等等，也是所谓的真心。你终于来到了灯笼里面，回到了能让你常住的老家。当然它同样不自知。当你来到这，你的思想很活跃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和以前所不同的是，你没有了爱恨情仇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知道这就是如来藏。只有当你从如来藏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让你吃惊的心动产生后，在那第一个念头我的产生后，在那念头像瀑布一样不断相续起来后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人竟然还有这样一种状态，原来一直都活颠倒了。因为你曾经从来都是把我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，但现在你发现原来真我是无我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念头。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，因为你发现人本来就是具足一切的，即使你不修行也丝毫不会少，因为人人都有。所以一个开悟的人心境是非常平静的，他丝毫不会以此为自豪，更不会去津津有味地向别人提起。因为只有疯子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长了个耳朵。将来你会发现，你开悟时的心态和佛陀的心态完全一样，一丝一毫也不会错。正所谓千人一面，天上只有一个月亮，任何人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真理。真理具有无可争辩的严格的可重复性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。首先提起我执，应用我执，用我执这个手电筒去照意识的相续念。只要你去照，你就会发现意识的相续念呢，这时候会像露水珠见到太阳一样烟消云散，再也不会相续下去了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要住于我执，不要住于所缘。举例来说，吃饭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在吃饭；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在说话；思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在思考；走路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在走路；看见红花，你要知道我在看红花；听见音乐，你要知道我在听音乐。如此等等，无论任何时候，你都要安住于我，千万不要不知不觉被外缘拉跑了。原理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在从真心出来以后，一念心动就有了我，然后才能产生一对对互相对立的分别念。也就是说，先有执着，
后有分别念，我们平常习惯说分别执着，这仅仅是为了表达的方便，所以才把执着放在了分别后面。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在分别对立的念头中，我是第一个念头，因此当你时时安住于我的时候，你就一下子来到了第一个念头。其次呢，就是升起慈悲心，化解我执，感受到自己和万物都是一体的，是没有差别的，我执就会立刻消失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，用一个识去打掉另一个识，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观心。如果你稍加留意，你就会发现，一直专心地住于一个识，这就是定。你用这个识去照另一个识，这就是慧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